Hello， 大家好，我是 Lacy。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短发的烫发。先看一下我们 model 的一个素材。我们 model 的素材呢，它整体的头发发量呢后驱是特别多的，所以呢，我今天会选择一个组合层次来运用在这个头发上，尽可能呢用结构去把我们整个发量呢收到一个合理的状态，我们再去做烫发。好，接下来呢，我们先开始分区。好，我们的区已经分好了啊。我在后区呢选择的是一个上下的2分区，在耳朵的旁边呢，因为它头发比较多，所以我们耳朵旁边要分3个手指位。然后后区的位置呢，我们分到枕骨的一个位置。分区的比例呢是上面是3份，下面是2份。这样的话，让我们去除的这个头发呢不会过于的直。它会保留头型的一个弧度。今天呢，我会选择一把削刀去操作这个发型，因为它本身的头发发质会非常的硬。如果我们用剪刀去剪呢，这个头发它不会出现特别柔美的感觉，所以我们选择的工具是一个削刀。垂直去分我们的发片，提拉到接近90度的位置，长度呢设定3到4公分，用我们的削刀慢慢的往下去削掉。第2片呢，我们分斜前的分区。把头发梳通顺，以后区的长度为引导，慢慢的向下去削。不需要我们的头发呢刻意的往后带，保持一个原位的方向，然后呢以后区的长度慢慢削。选择用削刀呢，它是一个比较感性的工具，也就意味着我们选择这个工具，你要很清楚的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在头发上。如果今天我们想要收紧头型，那我们在削的时候呢，要去建立一个去除层次。当我们想要一个堆积层次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位置呢，把你的切口变化一下，变成一个堆积层次就可以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到这个转角以外了，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要轻微的往后去带，保留底线的一点点长度。但是大家注意看，我们上半部分呢还是短的，这样的话我们上半部分会收得很紧，下半部分呢会保留长度，让我们的头发剪完以后呢，它不会过分的把脖子这个位置呢去打得特别开。好，颈侧点以外的头发呢，我们全部往后带，角度呢略微提高一点点，把上半部分这个位置刻意的去削短一点点。不用追求我们的头发剪完必须要一样的整齐，因为我们烫发呢本来就是一个柔美的，它是一个不规则的这个头发流向。如果我们过分的追求你剪的头发要特别整齐，那这样你烫的头发出来其实结果也不会特别美丽啊，因为我们呈现的主题是不太一样的。好，我们最后呢选择用削刀把底线呢微微的去削一下。削我们另外一侧的时候呢，我们要让我们的 model 呢头型微微的向另外一边侧。削反手边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发片略微的分的要薄一点点，这样的话让我们更好的去找到这个大概的一个引导线，不会让我们反手的这边的头发呢过于的太长。不要刻意的往后带，一定要把头发梳通顺，然后我们再去下刀。其实剪本身是很快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头发梳的不通顺的话，那你的头发削完以后啊，它会有特别多的长长短短。好，这个时候呢已经到我们颈侧点以外，我们呢发片要微微的向后靠，刻意的呢要把我们上半部分的头发削短一点点，然后下半部分的地方呢，我们要刻意的去保留它一点点长度。角度呢要比我们的后区呢要略微的抬高，这样的目的呢是可以把我们的头型收得更紧，一直剪到我们耳上的位置为准。在削刀的时候呢，我们尽可能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我的一个细节，尽可能的选择什么呢？选择我们的一个宽齿梳去梳这个头发。如果我们选择密齿梳的话，这样的话头发的张力会比较大，所以当我们用削刀的时候，一定要特别谨记我们的这个梳子的发片的这个，一定要注意我们梳子的这个齿啊，一定要选择再大一点点，如果可以的话，再选择比我这个齿再大一点的会最好。好，我们削结束了以后呢，以后区的这个长度为引导，我们呢再把这个头发呢削得再规整一点点，
把这个底线呢我们重新去设定一下。底线的设定呢一定要微微的向上走，这样呢显得我们的头呢它会比较瘦长。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削刀它是不会伤害我们皮肤的，你们不要选择用刮刀。如果用刮刀我们直接这样去削的话，容易会伤害客户的一个皮肤。削完了以后呢，我们选择一个去发量 10% 的牙剪，然后呢把这个中部的这个发量呢再去拿掉一点点。因为现在我头发的柔和度是在发尾，可是本身它的头发是很厚的，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一步的话，一会儿呢头发会特别多。所以呢我们现在上面的头发先不要动它，我们快速的在发中去间隔的点掉它的一点点发量，让这个头发呢看上去会比较的均匀。选择呢一个去除的层次，发尾呢不要碰到它，斜向前分区，我们微微的向后带。如果你是选择用剪刀来完成这个区域的头发，那你们牙剪可能要打到发尾跟发中。那如果我们选择的是一个削刀来完成这个头发的结果，那我们在打薄的时候做我们的发中就可以了。因为本身削刀削了发尾就很柔，如果我们再用牙剪去碰它，会得到一个特别碎的结果，那我们的质感会丢失，那这并不是我今天想要表达的一个风格元素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尽可能在保留什么呢？保留这个质感的同时，去增加这个头发的柔和度，同时呢它又把发量呢稍微的去均匀一下下，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头发呢就会更加的漂亮。最后呢我们用牙剪把我们底线的位置呢贴根去再柔和一下。可能我们在视频中看到这个柔和度已经非常好了，其实如果我们吹干以后，这里的头发的柔和度其实还不够，所以呢现在我们选择用牙剪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发尾呢再去点掉一点点。好，那得到这个结果就可以了。那下半部分的区域我们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做上半部分。上半部分的区域呢我们分到我们黄金点的位置就可以了。下半部分我们已经操作完成了，那我们就在裁剪上半部分这个区域的时候，不要去想我们的下区，本身它是一个不连接的层次。在这个区域我们只需要思考，我最终要的堆积比例是在哪个位置，在这个头型上。要比我们最终要的那个堆积比例要低一个1到2公分，因为一会儿呢我们还要通过打薄，一会儿呢我们要通过烫发，得到这个结果。比如说今天 Lacy 要的是一个3:2的比例，那我剪的时候呢可能会是4:1，这样烫完做好以后呢，后部区的堆积啊它是刚刚好的。好 OK， 上半部分呢我们选择一个圆形的堆积层次，把上面这个头发呢自然垂落的放下来。先设定一个长度，长度设定到耳垂的位置，因为本身我们 model 这个头型啊它非常的好，所以我希望呢尽可能这个堆积呢一会儿会显得它头型的这个自然的弧度会很漂亮。微微的向前带，然后呢手竖着也是一样，选择削刀慢慢的往后，手呢要有一个移动的动作啊，一样的往前靠一片。为什么在这个头发上我会选择用削刀呢？是因为我们这个 model 的头发它很粗硬嘛，一开始我们就已经讲过了，我想要去建立柔和度。如果我在这个位置用剪刀，我会特别的繁琐，同时我工作的时长会增加，且得不到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如果我们在现场服务客户的时候，如果可以，你们呢也可以在你们剪发的过程当中融入这个削刀的使用。这样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慢慢的向下，尽可能削刀不要削到我们的表面，一直要削到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侧啊，我们先不要停，全部的削到我们另外一侧，手竖着往后带。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现在这个位置呢会长，然后呢我们另外一侧呢它会短，因为从这个位置削过去的，这边是一个圆，那边会是一个三角，没关系，我们先保留一下这个轮廓形状，一会儿呢我们把这个角一收，它两边呢它就是一个圆形的结构。我们上半部分呢自然垂落，以下区的长度为引导，不需要抬角度，我们就削一个接近等长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上半部分抬了一个层次，那我们这个头发呢，表面的层次会特别的丰富。这并不是我今天想要表达的一个发型，所以呢，我们上面留的稍微的低一点点。好，那这一侧的头发呢，我已经削好了啊。各位其实可以从视频中看得到，它是一个非常柔和的结果，同时呢，我们并且看不出来它是一个不连接，它没有印线，它非常的柔和，它也会自然的向内扣啊。另外一侧呢，我们也是一样的，微微的斜向后去划分，也是分到我们黄金点的一个位置。我们刚才另一侧的头发的长度呢是定在耳垂的位置，那现在呢，我们也是把这边的头发自然垂落，定在它耳垂的位置。注意不要带张力，往前带，往前去梳，以我们刚才设定的这个长度为引导，我们慢慢的把这个角呢去削掉，削到我们没有角为止，削到两边对称为止。OK，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头发呢，这边的长度就已经被我们收掉了。表面的头发也是一样的，往前带，以我们下半部分的这个长度为引导削。因为这边是我们用削刀的反手，所以我们可以呢微微的向下往上削，没关系的。好，那几乎呢也只有第一片削得到啊，第二片、第三片就会非常的少。好，那这样的话，我们两边的形状就已经确定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一把剪刀，然后呢，把我们的发片呢平行我们的头皮，垂直我们的地面，把这个角呢，我们微微的去点剪一下。如果你害怕你用削刀剪完的头发呢，它是一个毛躁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点剪的方式来把那些很毛的头发把它点掉啊。其实本身削完应该它是不会很毛的，如果你削完的头发它很多碎尾的头发在，那肯定就是你用的削刀的方式是不太对的啊。那我们可以从视频中看到啊，其实我削完了以后，它只是一个像点剪一样的柔和切口，它并不会特别的碎。好，我微微的呢把我们这个头发呢去把它收掉一点，那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后半部分的结构就已经完成。接下来呢，我们做前区的位置。好，我们前半部分呢，我们选择一个斜向前的分区，以后区这个重量去连接，不是以我们底线去连接。当然了，其实如果你跟底线去连接，那这个发型呢出来也是一样很美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 model 呢，它脸本身就比较短，如果我再剪得长，我就会觉得这个头发呢，它会像一个锅盖一样的，就把它整个头都包住了，就显得很圆。所以呢，我们今天是以后区的长度为引导啊。那在现场的话，我们一定要根据我们的客户不同的脸型，从而去设定前半部分。好，往后带，然后呢，以这个长度为引导，看到，选择用削刀，慢慢的去削掉它。你可以削得平一点，也可以削得斜一点。削得越平呢，这个发型呢会越摩登；你削得越斜呢，这个头发呢它本身它就会越有女人味。所以你可以根据客户的五官不同，风格气质不同，从而去设定。OK， 那我这样呢，我这个头发这一层就已经结束。好，我们上半部分呢，先不要提任何的角度啊，0度，以我们下区的长度为引导，微微的向后带，尽可能的去保留它刘海的长度。好，我们这边也相同啊，一定要往后带。往后带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增加我们发型的一个流向。如果我们带的方向不够，那你的头发剪完以后呢，它其实并不会那么的向前跑。上半部分呢，跟我们另外一侧一样啊，切记啊，不要提拉角度。同时呢，我们的头发在这个位置呢，它是没有层次的，不要在这个头发上的前面现在去建立过多的层次。我们呢，先把轮廓定好就可以了。好，那这样的话，我这个前半部分的一个大体的轮廓就已经完成。现在接下来把头顶呢去提拉一点点微弱的层次，那这个头发就已经非常完美了。头顶的位置呢，我们横向的去分区。我想要保留这个 model 的长刘海，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我们要微微的向后去带，剪一个反曲线的切口。这样的话，我们中间的头发呢被剪短了，那前面的头发呢容易会被保留。所有的头发呢在原位带，不要往上带，不要往头顶的方向带。
如果在这个位置我们往头顶的方向带，会得到什么结果呢？就两边会放得特别长。如果两边的头发放得特别长，那我们的侧面的头发就容易产生重量感。所以呢，在这个位置我们并不需要是这个结果啊。好，剪到我们转角的部分我们就暂停，然后呢我们把刘海的位置去分开，然后在内部的结构呢我们选择一个纵向的分区，这里呢会有一个小尖角，我们去点剪一下，把这个小尖角呢微微的去点掉，点揉。那这样的话我们前半部分的这个位置呢头发它会有一定的层次。好，另外一侧也一样啊，一定要切记啊，原位提拉就是往上靠，切口呢微微的反曲线，转角的位置往转角的方向拉。一般呢只有第一片跟第二片会剪的比较多，第三片第四片其实几乎是剪不到的。把刘海的部分分出来，是不想破坏刘海的长度，纵向去拉。把这个尖角呢去打磨一下，一定要记得啊，这是一个点剪，尽可能在这个头发上不要用到平剪。点到没有角为止，这样我们梳过去的时候它会头发向后就可以了，不要有任何的角。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主体的发型已经完成了啊。因为我觉得它的头发很厚嘛，所以我希望它的边角呢会再柔和一点，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分到侧部点的位置，把侧部点的这个位置的长度的头发我们微微的把它分到前面。因为其实你有看到它的发际线跟它的眉毛其实是非常接近的，如果在这个位置我们抬起来去掉了量感，但是这里也会短，所以我并不希望动到这里的长度，所以我们把这个位置的头发分起来，然后呢我们垂直去分区，在这个位置呢高角度提拉，长度不变，剪一个反头型的切口。这样剪完以后呢，我们这个位置的头发呢它会薄，它会轻。好，剩下的一片的头发呢我们往第一片的方向去靠，同样的不去破坏它轮廓的长度，把它中间的量感拿掉，剪到耳上的位置我们就暂停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从镜头里面看到它这里瞬间就会柔和，我并不需要去做太多的打薄。同时呢它挂在耳朵后面的时候，这里的长度它也不会突然间掉下来。好，这一侧也是如此哈。这一步呢其实我们是可做可不做的，根据素材来决定。我呢是因为我们的 model 头发实在太多了，而且我觉得它的鬓角络腮其实也蛮漂亮的，所以我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手法。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头发就已经完成。剪完以后呢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前半部分的头发呢我并没有把这个尖角去拿掉，因为我觉得烫完了以后它可能就刚刚好了。因为我想要保留长刘海嘛，所以我并没有拿掉。当我们的前面越长呢，就整个头发给人的感觉是偏气质型的。如果各位同学你们并没有削刀，你们可能会选择用剪刀来完成这个发型。那其实我们的后半部分的下半部分呢，就是剪了一个三角的去除层次。我们的上半部分呢，就是一个圆形的堆积。我们前半部分呢，就是选择一个低角度的自然过渡的一个轮廓就可以了。其实技术是比较简单的，用什么工具它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不管你是用剪刀还是用削刀，给大家建议就是尽可能剪到最柔和的一个结果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打薄。因为下半区我们刚才已经用牙剪做过了，所以我们现在就不用去做下半部分了。分到黄金点的位置，同样的，我们在这个位置呢选择挑发中，选择 10% 的牙剪，挑发中。切记不要挑到发尾的位置哈。如果我们挑到发尾的位置，烫完了以后呢，这个头发容易毛躁。你可以间隔去挑，你也可以全部都挑，这个呢具体要看发量。挑发中的目的呢是既可以保留头发的一个厚实感，同时呢也可以把发量去拿走。如果我们挑发根，那这个位置的饱满度会丢失，同时呢客户的手感就摸上去头发的手感不是特别好的。所以我们只能选择接近发中的位置就可以了。用削刀呢就是这点好哈，发尾很柔，所以我们不用单独的去处理。平时如果我们是做短发烫发的话，可能也就20分钟，我们可以把这个结构拿到结果。一定要左右的多多的去交叉打薄，交叉检查，让我们的头发左右的去梳，看得到上下的层次更加的融合在一起。
看上去它像一个层次，那就可以了。角度呢一定要提高一点点啊。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左右去梳的时候，我就觉得，它的融合度已经很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了。上半部分呢，我们要增加头发的一个质感，所以一样的，我们打发尾的1/3处，就不能再碰发中了。高角度提拉，用我们刀头2、3个齿慢慢的去挑。其实可以从视频中看到没有掉很多头发啊。短发特别是头顶啊，一定不要去破坏它的质感。因为它这个位置呢，它的发旋好像它的头发这边会比较蓬，然后这边会比较平，然后呢整个位置的头发的发量是依据在中间的这个位置，所以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我会再打一下，再调整一下。好，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头发呢就结束了。来到我们的前半部分。一样的，我们上下分2层。前半部分的打薄方式呢，我们就角度提起来，打发尾，刘海的地方我们不要动它，把鬓角这个位置呢拿起来，把这个发尾呢我们再柔和一下。小鬓角的地方我们可以打深一点，因为它的络腮会长得比较靠下，所以这里打深一点点的话，这里它会比较透。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可以了。好，我们从视频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大侧分，所以呢大侧分这边的头发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一定要分到我们转角向上，我们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去打发中的位置，增加一点点线条，同时呢把它的亮感去拿掉一点，让这边的头发呢既有空间的同时它不会特别蓬得很厉害啊，让两边的这个亮感呢稍稍的统一一下。好，注意我们刘海的地方不要去动它，头顶的位置也是啊，发尾的1/3处。保留它的质感去压住，这样我们打完的头发呢，洗了以后啊，就是简单的吹一下，还原度会非常非常的高。好，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一边就已经完成了。我们来到另外一侧，一样的，把鬓角的地方拿起来。抬到90度，好，那这边呢是小偏分的地方，我们就不用分3层哈，我们分2层就够了。好，刘海的地方不要去动它，因为烫发刘海是特别容易翘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刘海过于太薄，你去烫它会更加翘。所以刘海呢，我们在烫的时候呢，尽可能保留它的厚度，烫完以后我们再来调整。好，我们从镜头里面可以看到它非常的通透，且线条感啊都是长条的。好，那这样呢，我们的打薄就已经完成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打完的结果。现在呢，就是前面会比较厚一点，因为前面呢我们并没有去做打薄，烫完以后我们再慢慢的调整。在我们的现场课程里面有讲，前面的这个头发的长度，呢，到嘴巴的位置，我们会选择用1个杠子。前面的长度呢，长到嘴巴以下，我们会选择2个杠子。前面的刘海长度长到我们鼻中的位置，我们会选择3个杠子。当我们的刘海长到眉毛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5个杠子，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烫。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刘海的长度呢，它是一个比较长的，长到嘴巴以下的位置，所以我们今天会选择2个杠子来完成这个刘海的操作。高点在我们的基准点，然后宽度呢到我们的退化点就可以了。不管我们这个头发是侧分还是中分，我们都是以中分的方式来烫发。药水呢，我们不用涂抹在发根啊，因为我们不需要上面的发根起来，所以呢，我们正常的离头皮大概有4、5公分左右的样子放药水。把药水抹匀了以后呢，用我们的梳子去梳一下，这时候梳子上有很多药水，然后呢去梳我们的发根，一定要把发根呢都梳得很通透。可以看到啊，这里面一排全是药水，可是我们的上面并没有药水，这样的话上面不会有压痕，下面呢能够烫得起来。好，从中心点的位置分开，这个呢我们把它放在后半部分去，水平向上30度，往中间的方向带，手呢微微的放成一个斜向后的，选择我们冷烫的2号杠，向后卷一圈，
卷完一圈以后呢，我们的杠子呢变成斜向前，向前卷半圈。好，卷完半圈以后呢，我们再把杠子呢放成水平的，然后呢向内卷一圈。剪下去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头发尽可能的靠近你这个头，这样的话我们这边不会有挤杠的这种情况出现。好，另外一侧呢也是相同的啊，水平向上30度，往中间带，手呢变成一个斜向后的。发尾向后卷一圈，然后斜向后的杠子呢，我们把它摆成斜向前的，卷半圈。然后呢，我们的杠子放成水平的，向里面卷。卷下去的时候，这个头发靠近这个头，这样的话，我们的2个杠子不会挤杠。在卷这2个杠子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啊，就是你的手的拉发片的拉力尽可能要匀。如果你的拉力不匀，那卷出来肯定有些地方是很松，有些地方会特别的紧。卷完了以后，怎么样去评判你的杠子是卷的对的？就是一定要看到这个杠子都是平的就可以了。好，来到我们的顶上，因为我们model呢，它可能是一个小斜分，所以呢，斜分的话这边是比较大的，这边比较少，所以在我们分区的时候呢，我们多的这边发片要分小一点点，多的这边发片分小一点点，然后呢，少的这边呢，我们的发片分大一点点。我们提拉的方向呢，也是往我们分线这个方向去提啊，然后呢，分一个杠子一半的这个宽度就可以了。因为本身我们的 model 的头发它是一个比较多的状态，如果我们分顶上的区过于太宽，那这个头发烫完以后整个头会特别大。它的头发呢属于比较粗硬的，所以呢我们不需要烫到发根，离发根大概有3公分左右就可以了。好，垂直往中间的方向带，还是一样的，选择我们的2号杠向后卷。当然了，如果你们追求那种非常非常自然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位置你们可以选择1号杠。因为我还是想要这个头发呢，头顶会有一点点卷，所以我选择的是2号杠啊，一直卷到我们的发根。好，那这样的话，我们这里就结束了。从我们转角的位置开始去分区，前半部分呢，我们分到我们的侧部点的位置，这里呢都是整个头型比较宽的位置，所以我们要去收紧它，角度呢向下降低。好，往前带的时候，我发现这里过于太短，好像烫不到了，那这时候呢，我再把它微微的往前挪，甚至呢，我们可以把短的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向后放，提拉到前面的这个分线的位置就可以了。前半部分这个位置烫一圈，后半部分位置烫半圈。走斜45度去提拉，角度发片呢也是45度，也是选择2号杠，向内卷。好，向内卷有一圈以后呢，把后面去抬高。这样的话，我们的曲卷的位置它不会特别的生硬，它不会有一个向内的鼓包。好，另外一侧的分区也一样。好，这个发片呢不用过分的往前提啊，带到我们这个发际线的位置就可以了。45度，前半部分呢烫一圈，后半部分呢烫半圈。这样的话，我们的后半部分呢会得到一个收紧的动作，前半部分呢会有一个卷度的衔接。注意啊，把后面抬高。好，我们后半部分呢分一个长方形的分区，这个分区呢它是比较窄的一个分区啊，同样的这个宽度呢也是1个杠子一半的这个宽度就可以了，你不要分得过于太宽。然后呢不要分片状的分区啊，因为分片状我们的卷呢它是比较固态的，这样的话我们的后面呢它不够动感，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区呢分长一点点，然后再通过高角度的提拉，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卷呢它会比较柔和的过渡下来。后半区呢我们选择烫1圈半，角度呢垂直中间的提拉就可以了哈，也不要过度太高。选择的杠子呢比我们前面的要大1号，这个是1号杠。目的呢就是不希望我们的后面太卷，我们的后面呢只需要得到一个自然的弧度就可以了。好，我们转角的这个位置呢和前面一样也是要收紧，所以延伸这个区的这条线微微的向下去划分，把我们剪不连接的那个区的头发都抖出来，往前去带，角度要压低，烫1圈，带到前面的发际线的位置，分线的位置，选择2号杠，选择呢发尾朝我们的侧面朝下面，然后卷。好，1圈，好，1圈半，药水上1圈，卷1圈半，这样的话不会有压痕。
另外一侧呢也一样，在头宽的这个位置呢，你的卷不要过多，卷多了也会增宽头型。特别是像我们 model 这种头发又多，同时呢头型的弧度也是非常漂亮的情况下，尽可能保证我们的卷两边是竖着的。好，最后一个杠子呢，这个杠子呢其实就是一个直发跟卷发的过渡，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呢要高角度的去提拉，同时我们烫半圈就够了。同样的也是选择我们的2号杠，高角度水平向内卷，一定要注意啊，这里一定要高角度啊，因为你直发跟卷发的过渡，如果你的角度太低了，这个位置的卷啊，它过渡的特别生硬。我没有说话的那些地方都好。那这样的话，我们主体的一个排杠呢就大致结束。接下来呢，我们做一些鬓角的一些小细节。我们选择烫发棉去操作，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呢把它剪成一个四方形，把它剪成4片。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再剪掉它。好，剪完了以后呢，这样去卷发的话它太厚了，所以我们分成3到4片。好，1片。好，那这样分3片，我们再去卷就可以了。把我们上面的这个杠子呢，我们用夹子把它夹起来，然后呢，在边缘的这个地方自然的垂落。好，我们用到一点，对。药水呢，我们不需要上到特别高，只需要上到你需要有卷的位置就可以了。我这个位置呢，就想要头发柔一点，同时有一点点勾，所以呢，我们上到发尾接近1圈的位置。然后后半部分呢，我们也上一下药水。侧部点的这个位置呢，我们在这里要单独的去分一个，然后呢，再到我们的小鬓角，再到我们的耳上。先把我们要卷的发束分好。好，角度降低，包住，然后呢扯一下，然后呢往上去卷。因为这里我们不需要太卷，所以卷呢稍微大一点。好，鬓角的这个位置呢，我们微微的向后去卷，一定要注意啊，鬓角这里呢，我希望它卷一点，所以呢，我们这个位置卷的圈数要小一点，角度一点都不可以太高。耳上的这个位置呢，不需要它太卷了，所以我们的卷呢放大。同样的，贴住我们的皮肤去卷它。好，到耳上这个位置一样的啊，我们都是向后，角度越贴，烫出来会越美。耳后点引的头发呢，我们要往前卷，让我们的头发呢去扣住我们的耳朵，这样呢它会增加女孩子的味道。把我们刚才并没有拉到杠子的这个呢，我们都卷一下，让我们的过渡呢做得更完美。好，在我们耳后的这个地方再来一点点哈，来一小片。好，另外一边呢也是如此。好，那这样呢，我们整体的排杠就已经完成了。前面呢是卷了2圈半，旁边呢是前面1圈，后面半圈，然后我们的转角呢是1圈的位置，这个呢是半圈。下面呢我们都采用的是小棉子的卷法去卷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好，现在呢我们先去加热10分钟。好，我们一会儿再见。好，那现在呢是我们加热了10分钟，冷了10分钟的一个结果。我们现在拆杠检查一下。先拆一个我认为卷的地方一定要有卷比较重要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前半部分这个位置。然后用我们的宽齿梳去梳，然后梳一下，梳一下。
梳完了以后呢，我们抖一下，看一下这个卷呢是不是你想要的。OK， 我觉得这个卷呢是我想要的一个结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杠子呢再还原一下。如果当我们拆杠发现这个卷呢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弹，或者不是你要的那个结果，那我们要再等一下哦。好，一样的，把后面抬高，归位，把我们的卷度归位。最后呢，我们再来检查一个我们的后半部分，也就是最后一个卷杠子的位置，我们再拆杠检查一下，也是一样的梳。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它得到一个大 C 型，我觉得已经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准备定型。好，我们的10分钟已经到了，那现在呢，我们开始拆杠。先从我们后半部分的位置开始。好，那我们的杠子呢已经拆完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刚刚烫完的一个效果。好，我们现在去洗头，一会儿见哦。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烫完了一个结果，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其实它侧分的话就比较有气质，就现在它比较卷的话，看上去呢就是复古啊，气质啊会增强。大家先看一下湿发的一个状态，好，头低一点点。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吹干。吹干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打一点点发蜡。这个发蜡呢，发蜡、精油都可以的，但是呢，要油性稍微大一点的啊，打在我们的发尾上。如果你们客户喜欢这种湿的东西的话 ，OK 的，你们吹半干，然后打一点摩丝，它就可以了。好，我们同样的开中温、中风，然后慢慢的去把它吹干。好，那这个呢是刚刚吹干的一个效果，大家看一下。其实吹干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头发整体来说还是会有一点点偏厚。那这时候呢，我们再用牙剪，然后呢再去调整一下。头发呢，我们选择一个上下分区，也一样的啊，选择10%的牙剪。然后呢，我们高角度提拉起来，在这个位置呢去做发尾的地方，我们呢就把它仔细调整一下边缘柔和度就行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打薄呢就只能是打哪里啊？只能是调整发尾或者是我们发根的位置了，发中就不要再动了，因为发根的位置我们已经打过了。好，最后呢，我们再把小鬓角呢去提高，慢慢的向后打一下。好，来到我们的上半部分，我们的前半部分呢，因为没有打薄，所以现在很厚。我们从发中慢慢的往后去挑。可以看到我们吹干了以后呢，整个头发就体现的是一点点纹理感。然后呢，我们伸手向后去撸一下，看一下这个边缘的地方有没有它是一丝一丝的感觉。
好，接下来呢，我们也是以此类推，然后呢，把后面的调整一下。那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打下半部分的时候呢，切口可以深一点，就我们打薄的地方可以深一点，把我们过渡的地方呢做得再柔和一些。一定要低角度，我们人低一点，然后呢反复的去梳，然后去检查一下。好，我们底线的位置呢一样的，选择一把牙剪，把它当平剪用，然后呢把它剪短一点点，因为现在这个长度整体来说是偏长了。剪短了以后呢，我们用牙剪贴根，把我们刚才边缘没打薄的地方呢去打薄一下，同时呢把那个印的痕迹呢我们去拿掉。它中间的发际线呢会有点厚，所以中间的地方我们多打一点。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头发就已经修饰完了。在我们的头发上呢，涂点1号，涂点精油，让我们的头发线条感会更强。两边呢，我们去收紧一下，然后呢，我们去拉一点点你想要的线条就可以了。那这个头发是自然吹干，然后打了一点1号的结果，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的弧度、它的长宽比以及它的流向都是非常好的。好，那这样的话我们这款作品就已经完成咯，希望大家看到这个作品得到更多的灵感，同时希望你们能够运用到现场。那相同的，我们这款头发如果是做湿发造型，它依然非常的漂亮。好，那我们下期再见。